如果你看到你家楼下是这幅场景，凶手还碰巧一扭头看到了你的长相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个人的做法就相当诡异，他不光不敢报警，甚至连自己的老母都不敢见，直接把自己锁在臭屋里1个星期没动静。就算柯南一家找上了门，他也只是疯狂发消息，让他们别多管闲事，赶紧滚一边拉子。最奇怪的是，从那天开始，他家还多了一双所有人都没见过的鞋，这让柯南不得不怀疑，凶手其实一直藏在这人的臭屋里，或者说凶手就是他老母。这个凶手其实已经连杀了3个美女了，按理说就应该直接安排9族消消乐，但这帮饭桶警犬却连他的一点线索都找不到。哎，这就对上了，因为警方确实也没搜过这个目击者的房间。邻居透露，屋里那人是个死宅男，天天憋2楼臭屋里啃老。在2楼，我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声，这是杀人犯。其实更怪的是，他家不光多了一双陌生的鞋，还莫名其妙的少了一双有大美女冲野洋子元素的鞋。突然，柯南记起这凶手有个癖好，就是专挑冲野洋子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下手，用最朴素的方法拉低了米花的生育率。也是因为这个，周围的美女都吓尿了，尤其这个邻居大妈，感觉浑身都有虫子在爬。ねえ、教えなさいよ。ほら、これうちの住所と電話番号。何でもお手伝いしちゃうからさ。这会儿柯南还是想不通，到底为啥那宅男不敢出门报警呢？但突然电视上报道了冲野洋子昨晚成功举办完了一场巡演，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，于是赶忙推门爆射而出。果然他在半路截住了那个宅男。柯南懂了，下一秒柯南霸王硬上弓，牵起宅男就要回家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墨镜男背着一个棍状物体悄悄地钻进了宅男家。在走到宅男卧室门口时，他轻轻一笑。而等柯南赶到时，宅男的房间已经变得破烂不堪。柯南赶忙闻香识女人，还是来迟了一步呀。原来之所以这个宅男目睹了凶案不敢报警不敢出门，其实是因为他压根就不是这个房间的主人，刚才的墨镜男才是原主人小帅。小帅想去看冲野洋子的巡演，但他老母却是个天天在评论区开团的黑粉，不让他去，所以他被找来了自己这个七星种朋友，假扮成自己留在家里，而他则是穿着洋子的鞋去看演唱会了。满墙的洋子海报就证明了他是个铁粉，门口多的那双胖臭的鞋其实就是他朋友七星种的。只是没想到啊，那晚朋友却目睹了凶案，七星种因为害怕自己出门身份暴露被凶手盯上，所以便一直躲在这臭屋里。而这样做的后果便是，刚看完演出回来的小帅就要替他背锅了，因为凶手杀人时只看到了2楼有人，所以这会儿凶手便准备直接把原主人小帅杀了灭口。これ以上厄介事に巻き込まれるのはごめんなんだ。ヒカルさんはあんたの代わりに命の危険にさらされてるんだ。这会儿小帅躲进了浴缸，但下一秒凶手也闻香识女人，一把周开了摄像头。一把周开了木板，小帅拼命抵抗，然而几秒后突然外面又没了动静。小帅想趁机赶紧溜，但凶手又瞬间怼了上来。熟悉的面孔，原来他就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登邻居。30如狼，40如虎，这会儿老登兽性大发，拿着铁棍就给小帅上衣砸开线了。小帅拼尽全力怼了老登一下，但如狼似虎的老登又怎是一下可以满足？他直接一铁棍爆射而出，给小帅砸成了折叠款。临死前，小帅终于明白了朋友为啥那么猴急的还钥匙离开，于是直接就开摆了。我这种人真是除了英俊一无是处（像我一样），就连朋友也净交到一些脑瘫货。来吧，玩弄我吧。你还网易云了？你怎么不去死呢？你 emo 了？你 emo 了，你死啊！说啥呀？赶潮流呢？就在老登要怼死他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七星种朋友的声音。老登赶忙推门查看，下一秒柯南核弹大力抽射，一脚皮球怼在了老登脸上。这就叫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横扫老登做回自己。原来这老登杀人的理由是他看不惯游手好闲、天天搁街上乱晃的人。那咱讲话了，你不也天天逛着找人杀吗？果然米花市里都是疯批，逛街也会被杀。还是那句话，米花大舞台，命硬你就来。